啱啱過去嘅10月31日星期五，個市睇落好似唔錯，納指收市升咗0.6%，成功7連升，即係連續7個月上漲。呢個係我哋喺10月28號 Patreon 嘅文章提過嘅強勢信號嚟㗎。標普500亦都勉強守住微升0.3%，企穩喺6840點嘅歷史高位。成晚嘅焦點毫無疑問係 Amazon， 佢份財報太靚仔，雲端業務 AWS 重新加速，年增長達到20%。市場即刻用真金白銀投票，股價一日之內抽升近10%，市值飆咗成3000億美金，創歷史新高。Apple 靠住強勁指引，盤中都一度破頂，去到277美金。但係你以為又係歌舞升平，睇真啲，魔鬼喺細節度。Nvidia 雖然今個星期突破咗5萬億美金市值，但星期五埋單計數，佢係由升轉跌，倒跌0.2%。Apple 最後都係倒跌0.4%。而我哋前兩日重點拆解過嘅 Meta 繼續俾市場懲罰，再跌2.7%。一邊係 Amazon 嘅狂歡派對，另一邊係 Meta 嘅無人問津。更重要嘅係市場嘅雜音越嚟越多。電影孤注一擲 The Big Short 嘅主角原型 Michael Burry 喺社交平台 X 上面出嚟警告，話市場出現泡沫，唯一致勝嘅方法就係唔好參與其中。高盛 CEO David Solomon 亦都警告美國政府嘅巨額債務最終會迎嚟清算 reckoning 時刻。各位，你哋有冇諗過一個問題？點解一邊 AI 巨頭嘅業績好到曉飛，納指7連升，而另一邊聯儲局內部嘅鷹派官員幾乎係公開同主席鮑威爾開片內戰？點解亞馬遜嘅雲端睇到嘅係黃金，但係 Michael Burry 睇到嘅係泡沫？好，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照舊要提一提大家，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只作資訊交流用途，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 share，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好，我哋入正題，要理解而家呢個精神分裂嘅市場，你一定要先理解我哋嘅央媽聯儲局內部正發生緊一場幾咁嚴重嘅內戰。如果你有跟開我嘅分析，你應該記得我喺10月30號 Patreon 嘅文章點樣同大家拆解。當晚聯儲局如市場預期減咗25個基點，將利率上限降到4%。但係鮑威爾喺記者會上邊特登照稿讀，警告市場話12月再減息係遠非板上釘釘花防滅。呢一盆冷水令到12月減息嘅機率由87%一下插水到56%。但係當時我已經同大家講，真正嘅魔鬼唔係鮑威爾講咩，而係佢做咗咩。佢哋最重要嘅決定係宣布喺12月1日正式停止量化緊縮 QT， 即係停止縮表。點解要咁做啊？我當時展示咗兩張圖。一張係常備回購便利 SRF 嘅使用量飆升到102億美金，係疫情以嚟非季度末嘅最高紀錄。另一張係 SOFR 與 IORB 利差擴闊到16個基點。呢兩個數據翻譯成廣東話就係銀行體系嘅水管已經乾到就嚟爆啦。鮑威爾係經重演2019年嘅 Repo 危機，所以焗住要鷹派降息，即係口頭上扮鷹，但實際上要停止 QT 嚟放水。好，呢個係背景，但係最新嘅發展係咩？係呢場內戰已經由內部矛盾變為公開化。鮑威爾講完嘢之後，一眾鷹派官員 Hawks 即刻排隊出嚟同佢唱反調。堪薩斯城聯儲銀行總裁斯密德 Jeffrey Schmidt， 佢喺10月29號會議上係投反對票，主張唔好減息嘅兩位意見者之一。佢認為通脹仍然太高，而勞動力市場嘅問題係源於科技同人口嘅結構性轉變，減息根本幫唔到手，反而會削弱聯儲局對抗通脹嘅承諾。你以為得佢一個唱反調？唔係。達拉斯聯儲總裁洛根 Lori Logan 同埋克里夫蘭聯儲總裁哈馬克 Hammack， 呢兩位都係出名嘅鷹派，全部出嚟講嘢，話佢哋都唔同意今次嘅減息決定，認為應該按兵不動。各位，呢個係極之罕見嘅情況。聯儲局內部嘅分歧已經大到唔需要再關埋門嘈，而係要公開割席。呢班鷹派嘅理據係咩？佢哋睇住最新嘅9月 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長3%，核心 CPI 亦都係3%。雖然政府關門搞到 PCE 數據延遲公布，但鮑威爾自己都估換算翻大概係2.8%，全部都同佢哋2%嘅目標差好遠。呢場內戰嘅後果係咩？第一，野村呢啲大行已經即刻轉軚，放棄咗對12月再減息嘅預測。第二，市場終於開始醒水，12月減息嘅機率由一個禮拜前嘅90%以上跌到而家大概60%左右。呢個就係我哋面對嘅宏觀大背景，一個分裂嘅聯儲局，一個因為流動性枯竭而被迫停止 QT 嘅系統，同埋一班造反嘅鷹派官員。呢個宏觀風險絕對唔可以睇小。好，講完宏觀，我哋就要問，既然聯儲局內部咁亂，經濟又好似唔多掂，我哋喺10月29號 Patreon 嘅文章提過 GM Target 嘅裁員潮。點解標普500仲可以喺6840點，納指仲可以7個月連續上升？
答案，我喺10月29號 Patreon 嘅文章已經白紙黑字寫低咗。呢個唔係一個全面性嘅牛市，只係一場由 AI 驅動嘅極度集中嘅獨腳戲。我哋嚟睇一個最關鍵嘅數據，呢個亦都係我策略佈局嘅核心觀察指標。我哋用一隻 ETF 叫 RSP， 佢係等權重標普500，即係標普500裏邊500間公司，間間都當一樣咁重。我哋再用另一隻 ETF SPY， 即係我哋平時聽到嘅市值加權標普500 NVIDIA 升1%嘅影響力，遠遠大過其他490幾間公司。我哋將 RSP 除以 SPY。如果條線向上，代表雨露均沾，成個市場500間公司一齊升，係一個健康嘅牛市。如果條線向下，代表個市只係靠嗰幾隻巨無霸拉住上，其他490幾間公司根本就冇升，甚至係跌緊。各位，根據我喺10月29號 Patreon 嘅文章嘅圖表 ，RSP SPY 呢個比率已經跌到22年嚟嘅最低點。呢個數據比 Michael Burry 嘅警告更實在。佢清晰咁證明，我哋正身處喺過去20幾年嚟最極端、最分歧、最集中嘅市場。你睇下啱啱過去呢個星期就知，標普500 Equal Weight 等權重同埋 Small Cap 小型股喺呢個星期係下跌超過2%嘅，但係標普500市值加權指數反而係上升0.7%。呢個就係獨腳戲嘅現實。標普500嘅新高同大部分股票係冇關係嘅。你嘅投資組合裏面，如果冇嗰幾隻 AI 龍頭股，你睇到嘅6800點同你係完全冇關嘅。好，面對呢種極端分歧嘅市況，我會點做？第一，我必須坦白講，呢個係我記憶中其中一個最難玩嘅市。點解？因為你買指數已經冇用，你買 SPY， 你其實唔係買緊500間公司，你係重倉緊5間公司。你買 RSP 等權重，你直情係輸緊錢。呢個市逼緊你一定要做 Stock Picker。但係最諷刺嘅係呢個選股市場，要你揀嘅股票，偏偏就係全世界都已經知道，甚至已經重倉緊嗰幾隻。第二，我嘅核心策略冇變。我喺10月28號 Patreon 嘅文章已經講過，自從1926年以嚟，美國股市所有嘅淨財富跑贏國債嘅回報，其實只係由3%嘅公司創造，高達97%嘅股票長期係跑輸國債嘅。所以你嘅核心倉位一定要揸住嗰啲超級贏家。喺 AI 時代，呢個贏家通吃嘅現象只會加速，而 AI 核心組合一直都係 NVIDIA、Microsoft 同 Google。第三，而家亞馬遜正式回歸，星期5嘅財報就係試金石。AWS 增長重新加速到20%，呢個數字話俾全世界知，企業對 AI 同雲端嘅需求翻嚟啦，市場即刻俾咗10%嘅升幅，呢個就係獨腳戲嘅入場券。第四，點睇 Meta？ 我喺10月30號 Patreon 嘅文章已經深入拆解過，佢嘅 EPS 每股盈利睇落遠差於預期，$1.05與預期$6.71，只係因為一筆高達159.3億美金嘅一次性非現金稅務負擔。如果你撇除呢個會計噪音，佢嘅調整後 EPS 其實係$7.25，係大大超出預期。但係 Price is truth， 即使我哋知道個真相，但市場明顯唔受。點解？因為 Mark Zuckerberg 預告2026年嘅 Capex 資本支出要大幅增加。呢個就係我哋喺重大主題探討環節要深入講嘅市場增 Meta， 唔係因為佢唔賺錢，而係增佢燒錢嘅效率。假如我哋再掃描一次成個市場，你會更清楚睇到呢一個分歧有幾嚴重。強勢股，即所謂嘅 AI 經濟，亞馬遜星期5升9.6%，AWS 重新加速，證明企業 AI 支出翻嚟。Google 雖然股價橫行，但我喺10月30號 Patreon 嘅文章分析過，佢係完美增長飛輪。雲業務利潤率由 17.1% 飆升到 23.7%， 佢嘅 Capex 係印緊鈔票。Microsoft 唔好俾佢財報後下跌 3% 呃到，佢用31億嘅 OpenAI 投資損失換翻嚟嘅係 39% 嘅 Azure 增長，同埋3920億美金嘅未來鎖定訂單 RPO。呢個係研發燃料，唔係損失。NVIDIA 仍然係王，突破5萬億市值。最新仲宣布向南韓政府同企業供應26萬粒 AI 晶片，佢仍然係 AI 基建嘅軍火商。Netflix 宣布一拆10，股價抽高 2.7%， 呢個係純粹嘅市場情緒，但亦都係 risk on 風險偏好嘅表現。弱勢股，即所謂實體經濟、消費者板塊，呢個先係重點。雖然科技股財報好好，但係大量面向消費者嘅公司，管理層嘅 commentary 係非常差嘅。Chipotle 講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嘅客人消費頻率進一步減少。Kimberly-Clark 賣廁紙紙巾嗰間直言消費者正承受巨大壓力，購買力受壓。D.R. Horton 房屋建築商繼續講負擔能力問題。Sherwin-Williams 油漆公司講 DIY 市場持續疲弱。各位，你睇到個畫面未？成個經濟已經分裂成兩個世界，一個係 AI 雲端經濟 ，NVIDIA、亞馬遜、Google 喺度印緊錢；另一個係實體經濟，普通人買唔起屋，減少消費 ，DIY 唔起，連廁紙都要諗過度過。而標普500指數而家只係反映緊 AI 經濟。
我哋今日嘅專題一定要深入探討呢場 AI 資本支出 Capex 大戰，因為星期五亞馬遜同 Meta 嘅冰火兩重天就係呢場大戰嘅縮影。喺10月30號 Patreon 嘅文章，我已經拆解過 Microsoft、Google 同 Meta， 而家我哋加埋亞馬遜個畫面就完整啦。呢場仗唔係鬥邊個燒錢多，而係鬥邊個燒錢燒得有效率。贏家組 Microsoft、Google、亞馬遜。Microsoft 燒錢投資 OpenAI 錄得31億美金，損失換翻嚟嘅嘢係 Azure 雲端增長39%，RPO 訂單3920億美金，年增51%。結論係市場睇到清晰嘅投入產出比，佢用31億鎖定咗3920億未來生意。Google Q3 嘅 Capex 高達240億美金，換翻嚟嘅嘢係 Google Cloud 增長32%，最重要係營業利潤率由17%飆升到23.7%。結論係佢證明咗 AI 唔單止可以搶市佔，仲可以賺大錢。佢嘅 Capex 係高效能印鈔機。亞馬遜雖然冇公布 Capex 細數，但係財報顯示佢哋喺 AI 嘅投入巨大，換翻嚟嘅嘢係 AWS 增長重新加速到20%。結論喺 Microsoft 同 Google 嘅夾擊下 ，AWS 竟然可以止血兼重新加速，市場即刻收貨。呢個20%嘅增長就係佢燒錢有效率嘅證明。暫時性輸家組係 Meta 嘅 Reality Labs 元宇宙一個季度燒咗44億美金。CEO 仲要預告2026年嘅 Capex 同總費用要大幅增加，換翻嚟嘅嘢係核心廣告業務，其實好強，廣告展示次數同單價齊升。問題嚟啦，市場睇唔到 Reality Labs 嘅44億同核心廣告業務有咩直接關係。Mark Zuckerberg 叫大家相信佢嘅 AI Super Intelligence Labs 偉大願景，但市場只係睇到佢喺度燒錢，呢個就係殘酷嘅現實。喺2025年底，市場已經唔再聽夢想同故事，你要 All in AI 可以，但係你一係好似 Microsoft 咁話我知你換咗幾多 RPO 訂單，一係好似 Google 咁話我知你嘅利潤率升咗幾多，一係好似亞馬遜咁話我知你嘅核心增長翻嚟，你同我講未來，對唔住，市場只會當你係燒錢，然後拋售你。Meta 嘅股價就係呢場效率之戰嘅最大教訓。最後，我哋快速睇一睇全球其他資產，呢啲通常係聰明錢留低嘅線索。美元 DXY 企喺99.8水平，聯儲局鷹派出嚟講嘢，撐住咗個匯價。美元強對新興市場同大部分資產都唔係好事啊！美國10年期債息回落翻4.122厘，呢個係炸彈。只要佢一日仲喺4厘以上，股市尤其係非 AI 股嘅估值都好難真正擴張。紐約期油收60.98美金。我再強調一次，我喺10月28號 Patreon 嘅文章見到嘅歷史最大淡倉係一個極高風險，亦都係極高潛在回報嘅反向信號。當全世界都賭佢跌，你就要小心佢協升。黃金收3972美金，美國銀行引述 EPFR 數據，黃金基金單周錄得75億美金嘅史上最大走資。加密貨幣喺10月10號閃崩之後已經企穩翻，最新喺109000到111000美金之間波動。Coinbase 財報靚仔，股價都升4.7%。Bitcoin 喺呢個位企得穩，證明投機嘅水仲喺度。好，我哋總結一下今日嘅分析。宏觀上，我哋睇到嘅風險，聯儲局內部爆發，公開內戰，鷹派官員公然反對主席嘅降息決定，警告通脹3%， CPI 仍然太高。金融系統嘅水管乾涸，要靠停止 QT 嚟救。Michael Burry 同 David Solomon 呢啲大淡友已經出嚟警告泡沫同清算。微觀上，我哋睇到嘅係狂歡，納指7連升，標普6800點，但呢個係一個獨角戲。RSP SPY 嘅比率去到22年新低，個市完全分裂成兩個世界，一個係 AI 經濟，亞馬遜、Google、Microsoft 靠住高效燒錢同雲端增長，股價創新高；另一個係實體經濟，消費者勒緊褲頭，小型股同等權重指數其實係跌緊，呢個就係個現實。標普500嘅新高係一個美麗嘅謊言，佢掩蓋咗市場內部嘅嚴重分歧。作為投資者，你嘅策略亦都必須分裂。你一定要揸住嗰3%嘅超級贏家 AI 核心，但你亦都一定要開始部署對沖清算時刻嘅保險，例如黃金同能源。最後，我留翻個問題俾大家思考：當黃金基金錄得史上最大走資 ，Michael Burry 叫你離場，但亞馬遜股價一日升10%，你會點樣揀？好，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